我觉得大概到我小学的时期就比较跟女生玩，就是真的会跟女生玩在一起。然后我还记得小一、小二有一对双胞胎，他们都会跟我说：“我不跟你好喽，除非你帮我做什么。”我就说：“好，那我帮你做。”然后就开始帮他们做各种事情，功课啊、打扫啊、陪他们跑步啊什么的。反正我小一、小二、小三、小四都分别在这双胞胎兄弟党之间周旋。然后到小五、小六，我大概就知道说，可能我有点对男生比较倾心，因为我小三的时候认识到另外一个好朋友，然后他那时候就是那种，就他的绰号叫阿帅，就他本身颜值就长得可爱可爱的，然后个性又有点臭屁臭屁的，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跟他当朋友。然后那时候坐在旁边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吸引我，但是我原本只是以为我们是好朋友，可是我现在想想，觉得我应该是对他有好感，才会一直这么靠近他。然后小五、小六是真的明确觉得说自己应该是喜欢男生，毕竟就每天都黏在男生身上，然后想要跟他多一点互动，然后帮他写作业，应该就是喜欢的吧？就是为了愿意为他做这么多事情的话，大概是这样。可是大部分身边人都知道我是同志，在国中跟高中时期，我是不会去避讳自己是同志的人，我也会幻想说跟异性恋的同学交往，但是都没有成。也会幻想跟异性恋的学长交往，也没有成，但也被他当工具人，所以我就这个从小变成从工具人养成的感觉。就是在我2015、2016到2021这段期间后，我觉得不会有那种什么真的歧视或霸凌，可能比较少。现在可能也很多人都愿意做自己，可是会有很多以将歧视包装成玩笑的话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像我的那个好姐妹就会说什么：“你这样很不正常你可以不要再这样做了吗？哈哈，你很好笑，你白痴哦，太闹了啦！我觉得让你这样很怪这些东西其实就是，可是我想说，我没有怪啊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在展现出我喜欢的样子，为什么要称我很怪呢？所以我在那段期间就是不停的在 struggle， 说我要怎么样去跟他讲这些事情，我要怎么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不是不正常，我不是很怪。然后后来就爆炸说，我觉得我没有不正常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没有反对同志，哈哈哈。反正就那种你知道，大家就会说我没有反对，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很不正常就这种以玩笑去包装的歧视。我觉得当你习惯这些玩笑后，其实有时候你会甚至分辨不出来这个是恶意还是这是打闹。我在大二那年才有被点醒这件事情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做了一个以玩笑居多的一支影片，是课堂作业。然后那堂课老师就把我叫过去说：“你这样很过分，你是歧视，你知道吗？”我就说：“老师，我只是想要增加娱乐性，我没有想要歧视这些人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在社会里头是属于性少数，以异性来讲的话是性少数，那我为什么要去歧视这些人？”他说：“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话其实会伤到人？”然后我才想了好久说：“可是我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在承受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后来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来什么叫玩笑，什么叫做歧视。我觉得我一直花了一段时间才去理解这些事情。”这都是算是一些社会上的养成吧。爸有一天看到他们偷看我的 iPad， 打开我的 Line， 然后看我的聊天记录，是我跟我第6任男朋友的对话。他看着我就叫我过来问我说：“看到你的对话记录里面有什么菊花很痒？你跟我说是谁的菊花痒？”听了后来就是说：“你这样会有艾滋，我们家要不要跟你相处？你这样子我们怎么跟你相处？你如果有艾滋传染怎么办？”然后我就去验艾滋。我就因为以前验艾滋不是说那时候是算2017吧，其实那时候艾滋虽然已经就在做逆筛的这些教育了，其实那时候还是蛮怕的吧。2016、2015，反正那段期间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还是去那种比较自费型的，因为我不想要健保有记录，所以我就去民生社区，从基隆搭到民生社区，然后去验艾滋，验完之后就一直在过程中都跟我男朋友讲说，我被发现了，我要怎么办？我男朋友就说：“你冷静，你先想看看今天要去哪里，你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一关。”然后我就去找一个地方住，是我大阿姨家。我跟她讲这些事情，但我大阿姨也是希望我变回来，可是她没有我爸妈那么激烈。可能我大表哥的想法是说，因为我不是他真正的孩子，就我们没有真的血亲关系，所以他才可以比较淡然的去处理同志身份。但我爸妈是直接关系，他们就会觉得比较慷慨，比较害怕，比较恐惧吧，这种情绪比较多，所以我就是一直跟我男朋友在做对话，然后跟我大阿姨在沟通，然后隔天我就偷偷的回到家里面，把艾滋的那个证明放在家里的桌上，然后行李收一收就离开家了。我妈妈都一直跟我说要不要回家，
爸有煮你喜欢吃的，因为他们大概也知道自己说错话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们，我就会说先没关系，我就是先在外面就好，我这个礼拜工作比较多，回去大家也都不知道怎么聊，反正后来还是有回去，只是就是我们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，所以我跟原生家庭的隔阂与间隙大概就从这边开始，一直到很后面，可能同婚专法通过后，我们家也有一些纠纷，我就有一阵子都没有回家，我就住在外面。反正我那一年是同婚专法释字通过78通过那一天，我就有在脸书社群上发一篇文说，我终于可以结婚了，因为我对结婚是有憧憬的，我终于可以结婚了，好期待可以结婚的这一天。婚姻自由权在我自己手中原来是这么的，就是难以想象，就是原来这是这么不真实的事情，那竟然通过了，好感动哦。然后我妈妈就传讯息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高调？你这样子好吗？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就是摊诸在外面？你这样很光荣啊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忍不下去，我就说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光不光荣问题，的确我现在的状态，我现在的阶段可能让你觉得不光荣。我现在在做广播，我跳脱了政治系这件事情去做一个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东西，然后可能也不光荣，但是我知道我会未来让你光荣的，可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同志身份而不光荣，反正就讲这些事情，然后我觉得很难过。我觉得不谈同志身份，他们一直都还是很棒的爸爸妈妈，因为像我现在最近在减肥，我妈都会帮我准备便当，我爸都会煮饭给我吃。便当就是一直联系着我们家里，可是谈到同志身份，可能对他们而言就有点太早或太急了，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想好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不会特别去责备他们说要讲这些话。我妈妈那边是大家族，所以就是一家与一家关系都很紧密，所以其实各个阿姨们也会跟他说，你不要把你儿子推开啊，你推开他就只能在外面到处去找一些可能陌生的人，或是你根本不知道是谁的人，这样他就会很危险啊！你把他推开后，他才不知道去哪里，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跟他沟通。我妈一开始是自责，觉得他教育可能出了问题，所以才会教出一个同志。但你要去不断的去跟他说，不是你的问题，就是我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你为什么要去怪自己呢？你要让他知道说，就是你不会因为是同志而就不一样。虽然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处理的也蛮糟的，因为我后来就是有很多很武断的决定，让他觉得说我离他越来越遥远，就跟与他们讲述同志这件事情是有点困难的，是因为当年在出柜的时候，我爸就有警告我说，你以后不准在你妈面前讲到同志这件事情，大学期间都不准，我们家没有同志这件事。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就算他们现在已经就是都已经很软化了，可是你不知道从何开始说，爸妈，我们是不是来聊一下同志这件事情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何时准备好了，所以我觉得还在一个我自己都在，我有跟他说，请他来上我的节目，我们谈论家的这个议题，我希望最后一集是我妈，但我还不晓得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。我可以讲今天录制时间吗？对呀。今天录制时间是4月18号，那我们目前预定4月21号，如果他没有确定的话，我们就要换人了。就是我有给他一点时间消化，我也让他知道说是甲板日志要录这个专访，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先换一下。我比较想要理解，就是其实你现在也蛮成熟，也都访了这么多人，但为什么讨论到父母亲这块，你还是会比较希望可以获得他们的认同？我觉得获得认同这件事情是它是个个性的养成的，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是一直都在读书，你读书根本不是为了自己，你是为了父母的期待，所以你一直都在希望说让父母开心，所以我从国中、高中到上大学的科系的选择都是在满足父母的期待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是同志这件事情我是不可能退让的，就我的生理反应跟我的心理的倾向都是喜欢男生，那我可以在什么地方弥补他们？可能就是成绩，可能就是科系，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要满足他们的一些期待期许这样子，所以这个认同感可能是来自于一个亏欠吧，觉得说希望他们看到我的其他表现、其他成绩后，可以觉得说对于同这件事情释怀一点点。对，所以像我高中那年，我就知道我想读传播，但是我还是选择了政治系，对吧？当然选择政治系其实蛮有趣的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是希望读法律跟外交，但我很明确跟他说我这两个我考不上，然后他们说去读商学院，我就说我数学这么烂，你怎么会叫我读商学院？然后我们就在删删减减后，只剩下社会科学院可以选。
然后我就去政大看一个校园，就遇到一个很帅的学长，然后他就说他读政治系的，然后我就填了政治系。因为我以前想要做这个媒体，或想要做甲板日志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说有很多人的作品或很多人的理念是没有被看见的。我曾经就是没有被看见理念的人，然后想要请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没有人帮忙分享，那个给我蛮大的打击，就是我明明已经想好了这一套东西，可是却死在行销，然后最后赔钱，然后自己还要承担这一切。我就觉得说，当我如果是可以成为有影响力或有能力的人的话，我希望可以帮那些其实很值得被看见的人，就是多一个管道去发声。